这是一台长相怪异的相机，它有很多颗眼睛，而且这些眼睛的大小还都不一样。在对焦的时候呢，眼睛还会动，看起来非常的邪恶。它的名字叫 Light L16， 这个 L16呢，说的就是它有16颗镜头。这台相机诞生于16年还是17年啊？没错啊，现在已经过去了8、9年的时间了。但是当时呢是计算摄影蓬勃发展的年代，这台相机的目的呢就是通过计算摄影，通过多镜头的配合来挑战一下传统的相机，顺便欺负一下当年跟菜鸡一样的手机啊。那毕竟这么多颗镜头相互协作，那就是量变导致质变嘛。那对于手机来说，那就是巨变打击了。但是毕竟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了，8年了，如今的手机影像跟当年比那是突飞猛进的。那当年的巨变打击，那现在可能就变成了一坨巨变，还想打击，就巨变打击变成了巨变打击，但是未必还打得过啊。那本期呢，就来看看当年计算摄影的代表 L16和现在的手机小米15 Ultra 它们之间的对比吧。那下面就是2个感谢了。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参与到摄影中来，他们把自己拍摄的照片上传到了视频回复中，是你们真正的带着大家能参与到摄影中来，所以就非常感谢你们了。更要感谢的是您的点赞和加关注，尤其是加关注，这对我们非常重要。那下面就看看本期的摄影环节有哪些网友的摄影作品入选了吧。器材虽然分好坏，但是摄影不论器材，能成像的设备都能参与到摄影中来。欢迎收看 ZPH， 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啊！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两台设备的表现吧。L16一共是16颗镜头，其中28毫米的是5颗镜头，70毫米的呢也是5颗镜头，150毫米的是6颗镜头，一共是16颗镜头。虽然说这台相机最远的光学焦段是150毫米，但是它也没有再往后的数码变焦焦段了，它最远的焦段呢就是150毫米。那么小米15 Ultra 那边的后摄配置呢，那已经说了很多次了，是吧？就不再重复了。L16的拍摄界面呢，我也忘了录了，反正你看到现在它左边就是它顶部的这颗快门按键了吗？半按就是对焦，全按就是拍摄，跟其他的相机也没有什么区别啊，也没有什么新鲜的。小米的拍摄界面也说了很多回了，这里也就不再重复了。这两台设备放在一起，这个体积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。当初这个 L6 呢还算是一卡片机呢，你看现在跟手机比起来，也跟个板砖似的了啊。那下面就正式对比它俩的影像表现了，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。参数都列这儿了，就不挨个念了啊。这里要说一下 ，L6 最广的镜头焦段呢就是28毫米，就当主摄用吧。小米的主摄呢是23毫米的，视角是比 L6 那边更广的。还有 L6 这台相机啊，它拍出来的照片啊，如果你要直接用，成像效果非常糟糕的。它需要优化一下，它分机身内优化和导到 PC 上优化。但是 PC 上这个专门优化的软件呢，已经很老旧了。如果你的系统越新呢，那这个软件运行起来毛病就越多，还是不推荐用了。而且在当年，它 PC 上合成这5000万像素的解析力呢，其实也没有比这1300万像素机身内优化的强多少。所以后面的测试呢，我们都是怎么方便怎么来的机身内优化的照片。现在看到的照片呢，就是 L6 直出的照片，成像效果呢，颜色风格呢，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。关键它用起来比较简单啊，就是跟正常相机一样。你别看它后面那么多镜头，其实就是拿起来半按快门对完焦之后，按下快门就可以拍照了。操作起来呢，还是很简单的。
现在的对比呢，就是 L6 拍完之后，经过机身优化和未优化照片的对比。机身优化也很简单，就是拍完之后全选一下照片，点一下优化，等一会儿就优化完了。那如果你不优化，直接导到 PC 上呢，现在就是可以看到结果了啊，两边的清晰度差距是非常明显的。那它跟小米的主摄比会怎么样呢？首先视角的差距前面已经说到了 ，L6 视角更窄一些，但是它们更大的区别是颜色风格方面的区别。你们仔细对比啊，大家更喜欢哪边的风格呢？喜欢 L6 这边打1，喜欢小米的打2。那对于影像器材来说，最重要的还是解析力。那它俩谁的解析力更优秀呢？嘿，你还别说，作为一个10年前的老相机，216的解析力还真厉害呀，它比小米这边的解析力更高。那至于墙上的光影不同，是因为当时有风，风还挺大，吹的树叶一直在摇晃。再对比一组，这回左右两边的颜色风格依旧有很大差别，你们更喜欢哪边呢？还是喜欢 Lite 这边的打1，喜欢小米这边的打2？这回要对比细节呈现的地方，在阴影里边比上一组要暗得多啊。结果这回呢发生了反转，论细节呈现是小米这边的表现更好。这回对比边角画质呢，就不能说对比镜组的光学质量了，因为 Lite 那边是很多镜头组合起来的照片啊，你说这怎么算镜组的光学质量呢？反正还是看照片的边角画质成像质量吧。这一对比啊，虽然说 Lite 这边的边角画质也不咋地吧，但是小米那边数码处理痕迹还是非常明显的哈。我还是觉得 Lite 这边的表现更好一点。看另一个角的表现呢，也是如此啊。我感觉 Lite 那边看着更舒服一些。小米的主摄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 ，Lite 这边机身处理呢，最多就是1300万像素。PC 那边呢，我也不建议大家用了啊。虽然说能合成5000万像素，但实际效果也差不了多少，那个软件还一堆毛病。那么这组对比呢，论细节呈现，确实是小米这边更优秀了。那再说超广角镜头这块，那这块就比较简单了。Lite 这边呢是没有超广角的，它最广的焦段呢就是等效28毫米。小米那边呢，超广角等效14毫米，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：如果我就想拍更广的画面、更广的视角，这个时候 Lite 就没有办法了。而小米呢是有超广角镜头的，可以随便拍。那么从这点上来说呢 ，Lite 是没法跟小米比的。再说中长焦这块啊，中焦 Lite 这边有5颗70毫米的镜头，输出的照片呢是1300万像素的。小米这边呢也是有一颗3倍的70毫米的镜头。长焦这块 Lite 是有6颗150毫米的镜头的，也是输出1300万像素的照片。小米这边呢是4.3倍的2.1像素长焦镜头。对比样片呢，先从50毫米阶段开始看，那小米那边呢就是2倍的46毫米，但是它们俩呢都是数码变焦。颜色方面的区别还是挺大的，你们还是可以说出你们的喜好。但是解析力方面的差别可有点大啊，有这么大的差别吗？那咱们再对比一组吧。颜色风格方面的差别依旧是很大啊。老实说，这两组呢，我还是喜欢小米这边的色彩 ，Lite 那边的白平衡有点偏绿偏蓝了。但是解析力方面的差别呢，依旧是非常大啊，小米这边要强很多。现在的对比呢，就都是70毫米了，小米那边是3倍的光学焦段，当然 Lite 那边的70毫米呢也是光学焦段了。颜色风格的差距跟前两组还是一样的，解析力方面的差别，虽然说都是光学焦段，但依旧是小米的更好。现在是100毫米焦段的对比 ，Lite 那边是数码变焦，小米是4.3倍的光学焦段，解析力方面没有什么悬念，小米的更优秀。而且刚才呢3倍和现在的4.3倍，小米这边用的就是普通模式，根本没有启用高像素模式，差距就已经这么明显了。现在 Lite 是最长的150毫米焦段，是光学焦段，小米那边干脆就直接来一10倍数码变焦吧哈，小米那边也不用放大了。直接对比的话，差别是非常明显的啊。再说微距拍摄 ，Lite 这边的28毫米跟150毫米焦段都能拍摄微距。小米也是超广角和3倍镜头能拍摄微距，现在就是 Lite 的28毫米和小米超广角拍摄微距的对比，小米的更好。现在是 Lite 150毫米和小米3倍镜头微距的对比，那么结果呢也没有什么悬念啊，还是小米的更好。再说人像对比 ，Lite 那边呢就是拿起来就拍，小米呢用的就是人像模式的默认设置，就是大师人像。Lite 那边的效果比我想的强啊。而且这种背景虚化呢，非常像大相场相机直接拍出来的效果。整体的成片效果在拍之前我是没想到的，没想到拍的还真挺好。那相比之下，小米那边无论是背景还是人物的面部，
都能看出数码处理的结果啊。虽然说单看人呢，确实是小米那边拍的更精神、更好看，可是就是能看出数码处理的痕迹。那至于哪边拍的好呢？还是问各位吧，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？喜欢 Lite 的打1，喜欢小米的打2。直出宽容度的对比给了我一些小小的震撼啊。小米那边的表现就不用说了，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呢都没有问题，毕竟是现代的旗舰手机。但是 Lite 那边它毕竟是一款10年前的相机啊，要知道2、3年前的旗舰手机在这个环节测试的时候也是经常有失误的，而 Lite 作为10年前的一台相机，它居然也能做到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比较充分，这点就非常厉害了啊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。再说夜景的对比，又到了一个没有悬念的对比环节了。在拍之前呢，我就有所预料了。Lite 确实在高光部分的细节呈现呢没有小米充分，而且到了光比越大的环境，差距是越明显。不过 Lite 在夜晚中长焦的表现还是不错的，除了现在的70毫米的对比，亮部细节、暗部细节跟小米这边比呢差距比较巨大以外，那剩下 Lite 的100毫米和150毫米跟小米的4.3倍100毫米的光学阶段比呢，仔细看 Lite 这边的表现还行啊，清晰度啊，还有暗部跟亮部的细节呈现，都还不错。但是到了真正极暗的环境，这个时候 Lite 跟小米的夜景模式比可就没法比了。比如说祖传神树场景，细节呈现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。Lite 那边用的还是 ISO 优先模式，如果用自动模式的话，它什么都拍不出来，是漆黑一片的。健身器场景也是没有悬念的，细节呈现的差距是非常巨大的。到了树林小路场景 ，Lite 的取景器里已经一片漆黑了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就只能蒙着拍。那结果拍出来呢，就是它对焦都是有问题的，它根本对不上焦啊，那细节呈现跟小米比，简直就是没法比了。视频录制用的就是2台设备的默认设置，也是最接近现在社交软件的录制效果。现在 Lite 这边呢就是28毫米，小米那边呢是主摄，可以看到两边视频录制的差距是非常大的。Lite 那边的成片宽容度就不行，而且防抖啊，也有点差，清晰度倒还是不错的。现在 Lite 是50毫米，小米是2倍的数码变焦。Lite 那边的清晰度也还行，还是防抖不行，而且这个颜色是吧，也不太正常。现在两边都是70焦段，它们都是光学焦段了。小米那边呢是3倍啊，清晰度 Lite 还是没问题，颜色防抖还是不行。现在是100焦段对比 ，Lite 那边呢是数码变焦了，小米这边呢是4.3倍的光学焦段，还是清晰度方面两边都没问题。Lite 那边的颜色跟防抖不行。现在是150毫米焦段，这回 Lite 那边的清晰度有些下降了啊。小米那边呢直接就是10倍的数码变焦，那么在录像方面，肯定是小米完胜了。现在是夜晚的录像表现 ，Lite 那边是28焦段，小米是主摄。差距也是非常明显的。到结尾了，这次 Lite 和现在手机的对比呢，还是有出乎意料的地方的。虽然说小米这边轻松取胜啊，但是 Lite L6 虽败犹荣，而且有一点是肯定的，如今的手机在计算摄影方面，多少都在享受着这台 Lite L6 的遗产。要知道，这台相机从15年发布出消息的时候到现在已经有10年了，它在计算摄影上的探索引领了如今手机影像的发展。Lite L6 就算放到今天，它的成像表现还是有惊喜的，比如说28焦段啊、人像的表现都是不错的。那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产品？市场上是需要这种对科技不断探索、对后世产品有引领作用的创新产品的。OK， 到结尾了。看完前面内容，希望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，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。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啊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